过去紧跟英国妈，现在是追随美国爹。美国动武，澳大利亚一定会自带干粮去帮忙。如果美国不下场子，那澳大利亚一定是趴在地上不动，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发动战争的胆量和政治资源。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保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中国在西南太平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澳无可奈何。美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正在与基里巴斯等太平洋的岛国谈判，内容与所罗门群岛的协议大致相同。与此同时呢，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政府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了融资协议，要升级它的国际机场，改善其国际交通。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情报官员呢，对此是深表忧虑。西方国家在看待中国政府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上面，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猜测中国有什么不良的动机。这些人呢，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一个有5000年文明的国度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与情怀，因为他们的政府总是满嘴谎言跑火车不可信，所以西方的媒体和民众习惯了先怀疑一切，再去寻求答案。中国国家领导人早在2012年就公开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后来10多年里面，中国政府一直是按照这个理想来推进自己的外交政策，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中国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寻求一条共同发展的道路，让这个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最不发达的国家都能够找到一条摆脱贫困和动荡的道路。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南太平洋的诸多岛国。南太平洋的这些岛屿国家风光秀丽，是旅游度假的好地方，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们的经济很脆弱，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很差。国际市场有个风吹草动，或者是南太平洋的海洋气候稍微有那么一点反常，这些国家就会面临困境。比如说今年1月份汤加的火山爆发，就给汤加和附近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困难。2019年开始爆发的新冠疫情几乎摧毁了全球的旅游业，南太平洋国家所受到的打击是尤为沉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站出来向这些陷入困境的南太平洋国家伸出援手，这完全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念。但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看来，这是不可理喻、不可接受的，因为在他们的国家，政府和领导人说一套做一套是家常便饭，拿出真金白银的帮助穷国那更是不可能。比如说拜登在竞选的时候公开表示要把应对新冠疫情当作执政的首要任务，可是从他进入白宫到现在已经过去14个月了，美国的疫情没有任何的缓解，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万。拜登政府做了什么呢？让教堂敲钟1000下，除此以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西南太平洋一直被澳大利亚视为自己的后院，确实在这个区域，澳大利亚那是响当当的超级强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汤加、萨摩亚、瓦努阿图，这些小不点算什么呀？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也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也不过是878万人而已，每年232.8亿美元的 GDP。 在二战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世界政治经济的焦点和中心在欧亚大陆。西南太平洋的这些岛国仅仅是被人当作旅游度假的地方，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基础设施和民生，更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社会发展。所以澳大利亚可以在这里享受到地区霸主或者是地区政治领袖的快感。但是世界是发展变化的，全球化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澳大利亚却在全世界面前越来越表现出一个岛国寡民的狭隘的本色。新任澳大利亚的外长黄英贤女士在竞选辩论期间反复的声明，澳大利亚应该把关注的重点放在重塑地区环境上，言下之意就是要继续维持一个以澳大利亚为中心的南太平洋政治格局。但是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做出了非常明智的选择，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的这种小心眼是越来越没有人买账了。需要担心澳大利亚动用武装力量入侵这些南太平洋国家，强迫他们回到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下吗？大可不必。澳军一共不到10万人，常规力量才 5.5 万人，看起来澳大利亚的确比这些南太平洋小国要强大得多。不但拥有 F-35 战斗机、墨尔本级的2栖攻击舰、霍帕特级的宙斯盾驱逐舰，还在努力的建造攻击核潜艇。澳大利亚还有3个齐装满员的机械化步兵鲤鱼，这些兵力的确不是南太岛国可以抗衡的。但是澳大利亚的特点是过去紧跟英国妈，现在是追随美国爹。美国动武，澳大利亚一定会自带干粮去帮忙。
如果美国不下场子，那澳大利亚一定是趴在地上不动，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发动战争的胆量和政治资源。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